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晴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年呢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这一期视频很特别，是我对自己2020年的一个总结，a summary of my 2020。像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终于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。那今年是我在新加坡第12年，我去年买了房子，今年买了车，所以很多人问我就是之后会不会回国。我觉得在可能3年到5年之内应该没有回国长期发展的打算。知道很多人对于买车的态度就是在新加坡买车，一定是贬值的，因为可能你每天 Grab 的花费还没有你每个月交还车贷款、停车费和油费要多。但是我觉得买车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品质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。像现在可能早上出门吃个 brunch， 晚上10点多或者11点要去朋友家，我都是完全 OK 的。就换做以前就觉得，这个出门的阻力很大。但是因为有了车以后，出门真的方便很多，而且你会更愿意去explore 这个 city。那今年的另外一些消费呢，就是一个是我的一只猫猫，然后新买了很多，可以看到很多 plants。现在我家大概有差不多70-80盆 plants， 加上100多个花盆。但是我觉得很好，我很开心，我每天生活在就是一片绿植之中，我觉得很开心。2年呢，把车子和房子买了之后，近期可能没有什么很需要消费的地方。明年的话，可能会多看一看投资方面的东西，因为今年下半年我才开始买股票，对，然后第一个股票买的是 SIA， 大概是在2008年之后最低的价格，大概3.4块左右，对，买了一些股票。年底就最近这几个星期有开始研究那个vintage watch， 就是 vintage watch， 他们说就是你戴二手的手表，其实它是会涨价的嘛，相当于是你是免费戴，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可以再卖掉。所以我现在可能更愿意把钱花在这种会升值的东西，是我金钱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。我觉得每个人赚钱来的都很不容易，其实大部分的人像我们都是你用你自己的时间在换钱。比如说你像我拍广告啊，或者我拍视频，很多时候没有我，就如果我不工作的话，可能我的这个收入来源就断了。应该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，好好的想一想你要怎样最合理的利用它，避免无意识的消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聊一聊就是 relationship。今年没有出国，但是在新加坡还是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，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领域。从他们身上呢，我学到了一些很珍贵的品质，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所做的事情。我觉得做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很重要。有些人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出名，是为了赚钱，还是说你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？就我觉得不管是 friendship 还是 love relationship， 最重要的就是你和他在交往的过程中，你们两个要么收获的是开心快乐，要么收获的是双方的一个成长。我觉得就当你发现一段 relationship 让你觉得很 exhausting， 觉得一直在消耗你自己的能量，或者你觉得自己没有被 approve，觉得你没有办法很舒服的做自己的话，可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放手。尽量让自己的身边都是充满正能量，能够给你力量，或者让你学到东西，让你成长，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那种关系，我觉得才是值得留在身边的。今年读书和去年差不多，对，今年读的历史会多一些。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，或者是你要去学习新的知识的话，要么就是通过经验，要么就通过读书。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但是经验的话，我觉得就因为你的时间有限嘛，然后你的阅历也是有限，所以很难，就是说在你经历的这些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。通过读历史，通过了解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你自己和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。最后聊一聊工作吧。那在工作上呢，今年铁矿石
市场非常非常的好。今年我们整个公司的效益比前几年都要好很多，就今年市场波动非常的大，危机中也藏着很多机会，所以今年我的很多客户都赚了很多很多钱。那在influencer 这个工作上呢，我今年终于开始做了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。从金钱角度上来说，做 YouTube 是一个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的工作，因为你可能做一个视频要花10多个小时，要写 scripts， 要在镜头前录，然后后期要剪辑，最后拍出一个视频来给大家看。但是我的收益可能只有10块20块，给大家 update 一下，我现在 YouTube 一共赚了74块钱，就是我做了大概20个视频，一共只赚了74块钱。从就是让大家更了解我的角度上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很长的视频，通过讲话，通过沟通，才能让大家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了解我的一些想法。然后今年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有机会和一些很喜欢的品牌合作，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 milestone 吧。对，那我觉得今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够回国，因为去年基本上我每2个月要回中国出差一次，一般是见客户，再加上会顺路回家，所以一般1年可以见我爸妈大概4到5次吧。但是距离我上一次回国是去年10月份，1年多没有见到我自己的家庭了。我觉得今年只要能活着，然后你的家人还平安健康的话，你就已经比世界上很多人要幸福了。过这样子不舒适甚至是不方便的生活，你才会体会到原来之前能够随意出去旅游，然后不用戴口罩，可以和朋友聚会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不要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，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。只会去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就像我以前看一些哲学书，尼采啊、康德啊，我就在问，所以他们给出来答案是什么 ？What's the meaning of life？ 但是今年我想通了，人生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，be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。最后的最后呢，感谢大家这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希望在2021年你和你爱的人都身体健康，每一天都开开心心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